的月光洒满琴弦，我和你徘徊在寂寞耳边，轻轻吟诵回不去的从前，还有飘在空中的风筝断了线。那一夜的思念拨动心弦，爱与恨偷偷放纵了无言，见或不见都在痛的边缘，那把为我挡雨的伞残缺不全。相见，月落再不相见，月出无限眷恋，月落转瞬千年。太后，别忘记我曾跟你说过的话，但愿你将来莫要后悔。太后，因为我的缘故，吕相邦才会如此生气，又连累您的名声。那是他自找不痛快。至于名声，我先是赵国叛徒，后是水西女人，受世人唾骂，何时有过好名声？问心无愧，何惧之有？太后，此次去赵国，我带回了太平花的花种。现在种上，若能开出花来，我再移栽到旁边的假山上去。邯郸的太平花。老矮，多谢你了。平日我都在孤幼院，这宫里种的花、养的鱼，全都是你在打理。太后，我希望您一年四季都能在这花圃里看到不同的花。希望您永远开心。唉，我就怕这太平花水土不服。琥珀，谁动了我店里的陈设？原来放在这的白玉五人，还有那儿的青铜扶桑书座，都去哪儿了？啊！太后，是我命人弄的。太后，这宫里的陈设都是旧物，大到橱柜，小到熏香兽，您住的怎么会舒服呢？不必说了。按照店内原来的摆设，一切恢复原样。太后，我命人在咸阳城内找了些实行的摆设，一会儿就送进宫里来了，您看一看再决定好吗？再说了，那白玉五人他们在搬的时候已经碎了，恢复不了原样了。那是先王命人为我雕刻。老矮，你竟敢问也不问，就私自处置！我知道那是先王所赠，我还知道那青铜扶桑树上有凤鸟临枝，寓意着龙凤呈祥，夫妻恩爱相随。但是，先王已经驾崩了，还命人焚了那些旧物，您当时生了多大的气？为何一回这雍城，您又命人去库存里取回这2样东西？我实在想不明白。你不必明白，老矮，你只是个臣子，我是给了你恩典，但你不能因此得意忘形，忘了自己的身份。
1个时辰内，将殿内一切摆设恢复原来的样子，否则你永远别来见我。太后，侯爷，世间的美貌女子不计其数，别说这齐年宫的宫女，就算是咸阳的贵女们，那还不是任点挑选？侯爷位高权重，有豪奢舒适的府邸，何必像奴仆一般随侍太后呢？犯不着啊！你算是什么东西，也敢提太后？滚！侯爷息怒，侯爷息怒。哟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呀？患者令突然拜访，所谓何事啊？王上念起当年邯郸之时，每逢今日，便要举火寒食，特命袍人备下凉糕，炒其国府。可刚才我去探望太后之时，却发现大殿人来人往，正在忙着搬家具陈设，这便又退了出来。倒是如今长谢侯春风得意，怎么脸上没笑纹呢？王上的心意我收下了，太后那边我自会转达。患者令，恕不远送。您这是何苦呢？太后的心思还看不穿吗？什么心思？吕相命人编纂《吕氏春秋》，在咸阳市口设下布告，天下诸侯游士，凡是能改上1个字者，赏金1000两，整整26卷呢。天下皆畏惧吕不韦的权势，竟无一人敢公然反对他。最后太后怎么着？命你撕下的布告，改了3天3夜，硬生生找出来108处错，给替他吕不韦门上去。说穿了，太后抬举你，不过就是为了跟吕不韦公然作对，打击他的嚣张气焰。这是在拿你当靶子。住口！您多聪明一个人呢，难道还会看不穿？不过是看透了，不愿意承认罢了。患者令，你试图挑拨我和太后关系，到底意欲何为？我都是为了您好。您升得太快，太得意，别忘了，您没有吕不韦的根基，生死荣辱全在太后一念之间。有朝一日失了宠，便会沦为王室的箭靶，生死名裂近在眼前。别这么瞪着我，这天下只有我能帮你。你以为我会信你？我深受公子夫大恩，至今未能报答。实话告诉你，我要这群高高在上的人自相残杀，要整个大秦分崩离析。你说，你该不该信我？你可要想清楚，就算你一辈子守在太后身边，最多也只能是她的玩物。要想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，就必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。你说什么？嫪毐是太后的情人，以护卫之名长居齐宁宫后殿。此等大事，怎可胡言乱语？这件事，雍城尽人皆知，只是碍于王家隐私，谁敢多言？证据何在？当然有。在哪儿？别忘了，你已经得罪了嫪毐，难道就不怕他找你算账吗？数日前，嫪毐声讨长安军归来，悄悄带回2名质子。咸阳传言，那是太后和他当年的私生子，如今收为义子，遮人耳目。事实上，这2个孩子是长安君的儿子。嫪毐和太后谋，如今他位高权重，因大臣们嫉恨不满，只怕迟早生出祸患。一旦王上亲政，太后大权尽丧，不如待王上薨了，扶持子婴为大秦兴亡。
他们也好做一世夫妻，永掌大秦政权。你敢诽谤太后，敢杀！皇上若不信，可以亲眼去看。那嫪毐养成太后的宠爱，坐拥门客上千，大秦豪侠游士皆来投靠。咸阳的军队、官旗都和他来往密切。卑职有一回亲眼所见，他和荣帝王密谈，显然是有不臣之心呐。卑职敢对天发誓，所言字字为真。嫪毐有一次酒醉之后，还亲口说什么？他说自己是秦王假父，有权废掉王上，另立新君。换者令，卑职办得如何？行了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赏。我还有个口信，帮我带给长信侯。诺。诺。公主，祸害你的罪人很快就会晚节不复，你可要好好看着。王上恕罪。未了，大秦要有变故，这变故就在雍城。王上，吕不韦深知这2年和他斗法的并非嫪毐，而是位高权重的大秦太后，因此他才步步退让，委曲求全。也正是因为2人几年间斗得不可开交，您才有机会建立属于自己的力量，又何必打破这个局面？寡人只想问你一句：若要诛杀嫪毐，你有何计策？臣有上中下3策，不知王上想听哪一个？说说看。下策，王上下令诛杀嫪毐，但此计必定会引发太后的震怒。母子反目尚属小事，若是一招不慎，雍城很有可能借机生乱。中策呢？王上下令，请太后回咸阳，然后将其软禁，再诛杀嫪毐。至于上策嘛，借刀杀人。你要寡人去求吕不韦？王上，臣曾经和你说过，不论是作战从政，都要了解自己的对手。如今嫪毐与太后的传言愈演愈烈，吕不韦虽然身居高位，却无法博得太后的欢心。以他专横跋扈的性格，自己得不到的，又怎会让别人得到呢？嫪毐死期将至。长信侯，太后请您先回去。他不肯见我，我就不走。奴婢好心劝您一句，人不能忘恩负义。要是没有太后，您能有今日的风光吗？时刻记着自己的身份，可别生出了妄念。真惹恼了太后，这一生你都别想再见了。来人，替长信侯收拾行装。诺。你真不打算见嫪毐？他未经允许私动宫内陈设固然不对，但他这是为了讨你开心。整个齐年宫上千人，嫪毐妄动太后寝殿陈设，竟无一人敢来通报。他的权力未免太大了，这不是好意，只是威胁和冒犯。你带他们下去吧。诺。拿着这个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把嫪毐当作亲人一样留在自己身边，精心教导栽培。可他却不着痕迹地入侵我的生活，左右我的决定，甚至开始安排我的生活。如今看来，他不该再留在我身边了。浩然，
你有没有觉得？觉得什么？长信侯，你干什么呀？这不能干，这是太后最喜欢的话。长信侯，住手！太后，奴婢只是奉命让长信侯搬出齐年宫回侯府居住，没想到他大发脾气，说您不喜欢这里的一切，便不敢留下爱您的眼，竟全给毁了。糟了，他怎么能这样？我的药草全都毁了。浩然，你分明养的是头狼啊！行冠礼。按照礼制，王上该在雍城的齐年宫举行仪式。臣已命太史令先补事吉日，待日子选定，便开始筹备典礼。仲父为何决定的如此突然？王上年未及冠，理应太后摄政。然如今嫪毐深受太后宠爱，广结党羽，专擅朝政，再不根除，遗患无穷。冠礼后，文武官员随王上返回咸阳，只要嫪毐离开雍城，便是下手的最好时机。臣会将嫪毐的人头献于王上，全当仲父给我王的成人礼。王上，仲父，父皇说的果然没错。仲父对寡人，对大秦，可谓一片忠诚。寡人这就将一切都托付于仲父，祝仲父早日除奸逆，朕朝纲。侯爷，杀了秦王政，谁来做秦王？秦王不过是个傀儡，吕不韦野心勃勃，预备在雍城弑王篡位，被长信侯一举诛杀。长信侯迫于无奈，扶子婴继位，请当朝太后继续摄政，不就名正言顺了吗？对，如今卫尉节、内史司、左戈节、中大夫令旗等，皆愿追随长信侯，由他们做策应，杀吕不韦，易如反掌。还请长信侯早下决心。是啊，长信侯，吕不韦预备在回咸阳时伏击，我们便先下手为强，只要占据先机，大业可成啊！长信侯，下决心吧！我们都将誓死追随，请您立下决心。嫪毐，你只是个臣子，我是给了你尊荣，但你不能因此得意忘形。时刻记着自己的身份，可别生出了妄念。别让我在咸阳宫再见到你。要想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，就必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秦王冠礼之日，也是诛命之时。望届时各位戮力同心，共商大业。诺。将锦袍、貂鼠的皮毛衣，趁着天气转晴，都拿出来晒一晒。你先去库房整理一下。这是太后玺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听我的吩咐，还能饶你？诺。走。我有点累了，别让人来打扰。诺。琥珀呢？啊，奴婢不知。太后，大秦天气转寒，民有冻死者，唯恐流民生乱，奉长信侯之命，保护太后。
嫪毐现在人在哪儿？立刻叫他过来。太后，秦王将在雍城行冠礼，长信侯正在布置齐年宫，只恐无暇分身。好吧，我现在有点头疼，叫殷医师立刻过来。这……怎么？嫪毐没有叮嘱你们，好生看管太后吗？若我真有不测，她便没了人质。自己想清楚。只要太后愿意留在寝宫，但凭太后吩咐，却请殷医师。诺。你说，嫪毐怎么控制雍城守军？派亲信把守齐年宫，挟持我这个太后，再用太后玺发县族、卫族官钱，再加上数千名跟随他的宾客武士，控制雍城不是难事。他夺太后玺，又控制军队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正儿要来雍城行冠礼，他要谋逆。你已经给了他权势地位，他还想要什么？就算杀了秦王，杀了吕不韦，他又当不了秦王。等等，子婴还在他手里。浩然，快想想办法。你我都是阶下囚，生死尚未可知。若是轻举妄动，便会成为刀下亡灵。可这儿会有危险呀，咱们得想法子送信出去。自秦德公迁都雍城，在此开疆辟土，饮马黄河，直至穆公开地千里，称霸西戎。可以说，大秦的一切都是从雍城开始，大秦的历代先祖也都供奉于此。正儿此番来雍城，干什么来了？他将在祖先面前宣誓自己成人。从今以后，他便是大秦的王上，得亲政了。若是一个嫪毐都能轻易杀了他，还当什么秦王？那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啊！我就不信你不着急，你就装吧。万一真有万一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说来说去，都怪你魏征一时之气，养虎为患呐。侯爷，城内已稳妥，待齐王一入宫，立即关闭城门，城楼上万箭齐发，荡平秦王其位。走，随我迎秦王入城。奉秦王诏令，长信侯嫪毐作乱犯上，就地格杀！不好，是魏辽，撤！快撤！经重户改良过的秦弩，攻击力果然大胜从前。传寡人号令，凡生擒嫪毐者，赐钱100万；刺杀嫪毐者，赐钱50万。皇上，该入城了。撤！走。快走！嫪毐，你这忘恩负义的小人，还不放开太后？太后，你也认为嫪毐是？
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吗？若非太后恩典，你只是咸阳城一介蝼蚁，怎会有今日之风光？太后与你长信侯的尊位，赐你山阳郡，转眼之间已经刺杀王上，挟持太后，这不是忘恩负义又是什么？天下人皆以我为奴，极尽嘲讽践踏之能事。唯有你对我好，你教我读书写字，教我做人的道理。我以你为天，我将心奉给你。可你呢？只要我有一点冒犯，像对待丧家之犬一样，一脚将我踢开。你说话呀！你告诉吕不韦，我只是你豢养的鹰犬，是你平衡着大秦朝堂的工具。老艾，让他说。我拼命地往上爬，想讨你的欢心，想变成你的骄傲。就算是鹰犬，我也要上战场。为了杀成角，我身中2箭，差点死在赵国。为了压制吕不韦，我多次遭刺客暗索，在桂门关边徘徊。你有没有说过一句？你没有。这就是你谋反的理由。我只是你和吕不韦赌气的筹码。你把我捧上天，却让我变成整个大秦的敌人。还是秦王亲政，他眼里容得下我吗？这宗室勋贵容得下我吗？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一点？有没有？你利用我祸乱大秦，我利用你平衡朝政。你不早就在等着起兵反叛这一天了吗？你说什么？3年前，韩国公主弄玉邀你见面，你故作无动于衷，却在某日的深夜离开，1个时辰方才回宫。别忘了，弄玉是我杀的。那是弄玉她自知杀不了秦王，便设下了苦肉计，给你留下了立功的机会，潜伏在我身边，伺机祸乱大秦。哼，这样的把戏，我见的实在太多了。你是在怀疑我？嫪毐，我给了你权力，给了你荣誉，就是在给你选择的机会，可你还是要起兵谋反。你为何要一意孤行？难道杀了正儿就能阻止大秦吞并天下的大事吗？太后谋逆也是罪人，你纵杀了他又如何？母亲啊，你太让寡人失望了。弄玉舍不得刺杀秦王，我又何尝舍得刺杀您？答应弄玉是为了降级救济，我想立功，想回到您的身边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您。为什么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，你却不知道？凡参与谋逆者，一律枭首，车类以寻，灭其宗。搜，进去仔细搜。启禀将军，里面没有。
启禀将军，里面没有。继续搜。诺。王上，叛党戎狄王身上搜出太后诏，密令咸阳县族及魏族官旗配合嫪毐谋逆，并许以厚赏。王上，这绝不可能。太后是被嫪毐要挟。母亲，你竟然与外人勾结，想要杀死你的亲生儿子，你想要谁继位啊？不会是那两个苟延残喘的野种吧？皇上，太后喜定是被嫪毐所盗，才会有这份密诏。刚才你也亲眼所见了，世上任何人都会伤害你，唯独太后不会。住口！母亲，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你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寡人。嫪毐平步青云，玩弄权术，是你给了他机会，放纵了他的野心。如今这头有你亲手豢养的恶狼，正预备杀死你的儿子，吞噬大秦的江山，这一切的一切皆由你而起。你对得起大秦吗？对得起寡人吗？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是我一手提拔的嫪毐，让他野心膨胀，起兵谋逆。依秦律，推荐谋逆之臣，以同罪论处。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吗？皇上，搜捕到2名孩童，经宫人供认，正是子婴子亲。母亲，猜看，寡人会如何处置这2个逃脱的小贼？正儿，这不过是2个无辜的稚子，你不应该伤害他们。就地扑杀！皇上，听不见寡人的号令吗？正儿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不能把太后抓起来！谁准你们对太后无礼？正儿，住手！这么小的2个孩子你都不放过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将太后囚于扶阳宫，非寡人令，永世不得出。皇上，这样对待自己的生身母亲，实属大逆不道。一旦传扬出去，天下人会怎么看待你？谁敢为太后求情，一律斩首，断其四肢，给予血孝。好啊，要杀，便由得你去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阻拦你。你好自为之。皇上。纵然你要斩首断甲，也堵不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。太后是你的生身母亲，你不能因为嫪毐之乱而迁怒于她。你别忘了，是谁给你生命？是谁在邯郸城护你平安？只有你的生身母亲。
才是最爱你的人。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今日这张网要播的，绝不仅是嫪毐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这不是吕相惯用的手段吗？若非你被太后激怒，你也不至于这么快露出破绽。说起来，还要多谢嫪毐。可见呀，再了不起的人，也有致命的软。皇上，还未行冠礼，你已经是秦王了。你们都想取代寡人，可除了寡人，有谁配做大秦的王？带走。太后，大臣们纷纷请求赦免相邦。王上念吕相多年辛劳，只罢了相邦之职，命他归封地洛阳自省。这是吕相临行前亲自送来的。他说这世上只有您配得上这颗明珠，可惜他这一生都无法将明珠亲自送给您。主人，我们马上便要离开咸阳城了，您真的不再回头看一眼了？王上，吕不韦曾经的门人，咸阳的百姓听闻他要离开，全都自发的前来送行。他对大秦有什么功劳？怎可享有如此国士待遇？王上，秦思手软，小心纵虎归山。奴多罪，请王上恕罪。吕不韦叱咤大秦20年，大兴义兵之道，内安朝政，外攻城池，尽得大秦百姓之心。岂是刀锋可以恫吓？在下齐人毛娇，奉吕相之命，为太后求情。自太后被囚以来，已经有27名官员因求情而受罚。你要做第28个吗？在下听闻天上有28星宿，今日在下就要凑足此数。王上，您车裂嫪毐，可说狡逆，名正言顺。但您囚禁太后，残杀直言进谏的臣子，即便是夏桀、商纣，也不敢有此忤逆狂悖之举。您对生身母亲尚如此残忍，更何况大秦的百姓？如今人人畏惧，生怕王上的屠刀要落到自己的头上。放肆！把他拉下去！哎，此乃寡人家事。你继续说。秦王事、大秦事、天下事，今日在下不为太后计，而为王上计。人皆以孝为李家治国之本，不孝之人，世俗唾弃。一旦六国闻之，必群起而攻之。敢问到那时候，您如何一统天下，实现大秦的丰功伟业？王上，我把吕相要说的话都说完了，但凭王上发落。吕不韦，
走，即刻去扶阳宫，寡人要亲自迎回太后。母亲，寡人要亲自将母亲迎回咸阳宫。母亲，寡人来接你了。母亲，你们这些废物，你们把寡人的母亲藏在哪儿了？啊，说！母亲呢？王上，您还记得您对太后的请求吗？不论付出何等代价，寡人都无所畏惧。寡人要实现历代秦王未曾实现的宏愿，要让天下疆土为我大秦独有，要让天下之民为我大秦之民。寡人想做这天下唯一的王。王上，太后对臣恩重如山，是她让我守在王上身边，替王上社稷，诛嫪毐，除吕不韦，辅佐王上成为大秦至高无上的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那两个袋子明明……麻袋里只是因为酷寒天气不幸冻死的孩童，还有一只狸猫。你竟敢戏弄寡人！他还说什么了？太后望王上不要忘记止戈之事，早日实现统一六国的愿望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盛世。寡人是大秦的王，将来也是天下的王，何用以妇人之惠？多时，始皇9年，秦王平嫪毐之乱，迁太后于雍。次年，免相国吕不韦及其人毛交说秦王，秦王乃迎太后于雍，归附咸阳，而出文信侯，救国河南。遂于吕不韦忧惧恐诛，乃饮鸩而死。始皇19年。太后薨，谥为帝太后，与庄襄王会葬至阳。云卷风起何去？千溪流离，陌上别离。此生为期寻觅，韶华荏苒难追忆。倾城绝艳，回眸千笑，拂乱江山万里。一梦花絮，明月出尘，此生已相许。芳华落尽，看过千帆，有情若两相惜。执手相伴，青涩在于愿你我随风化江山万里，一梦花絮，明月出
浮沉，此生已相识。芳华落尽，看过千帆，有情若当相惜。执手相伴，青涩在于愿你我随风。